迎收看关键时刻。台积电的创办人张忠谋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台积电是地缘政治当中兵家必争之地。”而现在在中美的 AI 战当中，有一家公司也是兵家必争之地，这家公司就是辉达。我们都知道，中国想要去戒断辉达，他说：“我不再购买你辉达的 AI 的晶片。”但对于美国来说，我今天要把你辉达紧紧抓在手上。我从来没有办法想到一件事情，现在美国竟然对辉达去调查他10年前的所有事情，我让你没有任何有跟中国或者是有任何亲中的可能性。为什么会这样说？今天彭博已经把这张图直接列了出来，这里面明明是辉达的总部，但是竟然有华为的办公室，而另外一处绿色底红色框的，这是辉达跟华为一起共用的区域，这一点让美国，这一点让川普是绷紧神经。而现在对于中国来说，他只要做一件事情，我想方设法，我一定要把辉达给戒断。但有办法戒断吗？当然没有办法可以戒断。尽管他们已经讲了，我2-3年后我要推出一款升腾的新晶片，这晶片我直接对标是你辉达，是从。现在辉达在中美两国真的不断的被极限的拉扯，对，没错。实际上过去辉达可能是兵家必争之地，但现在辉达已经不是了。辉达变成是什么？中国的阿基里斯腱，这等于是变成是被美国扭捏。所以现在中国要做一件事是什么？中国要说我要戒断辉达。那到底有没有办法戒断辉达呢？第一个，你看。这个中国这个《华尔街日报》说了，中国官员敦促企业不要购买辉达的 AI 晶片了。辉达新的这个 RTX 6000的这个不准给我买，不准哦！他是说你不准，他直接就明令说你不准给我买，那些所有的这个许可证我都给你废除，不准买。好，那这样，但当然要为这个所谓你要这个阶段的话，当然你要有平替嘛，对？那平替的话就是我这个中国的华为，所以中国华为，你看他在这个周四的时候，他在上海举行这个华为 Connect 的这个大会，他说我们未来你看把2024年是910C，然后这个2025年的这个950，然后2027年的960，然后这个2028年的970，他要把它弄出来，就说 OK。以后矿化的后，我就可以搞定中国所有的 AI 晶片这样一个状况。然后他们的这个副董事长还说没有问题，我们每一年都一倍一倍的翻出来，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制造的工艺满足中国算力的需求。所以看起来的话，中国似乎是胸有成竹啊！我有华为啊，我还有阿里巴巴，我还有这个寒武纪啊，我们可以来平替。我真的不用你辉达了。对，好，那你看，你今天既然已经喊出说我要戒断辉达，那好，你喊得这么大声，那我们来看看。中国股民怎么反应？你一喊出来之后，中国股市马上就下跌了。那其中里面来说的话，阿里巴巴，因为他要买很多 AI 的这个晶片，它跌了2.1%。腾讯呢，他也说我完全都要用我们国产的，今天也跌了2.5%。对，寒武纪来说也跌了，寒武纪也跌了。那告诉你什么呢？没有错啦，中国股民也知道说政府想要断开辉达，但是中国股民告诉你，恐怕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我们甚至可以说他们是投下了不信任的一个投票。志彤，刚刚我们特别提到一件事情，现在中国想要戒断，但是没有办法戒断。对于美国来说，现在我要好好把你辉达从头到尾全部重新再看一次。我从来没办法想到一件事情，现在川普真的是把辉达今年抓在手上，他竟然要倒查你10年。对，这10年也太夸张了吧？没错，我刚才说辉达是变成是中国阿基里斯腱的时候，你美国就要好好利用这个武器。但是你要利用这个武器的时候，你要确保它真的是武器啊。你搞不好，辉达你搞不好跟美国、跟这个中国什么掏来暗提的，我要把你查清楚。所以最近的一段时间来说，美国国会议员他就说呢，他们就爆一个料。我们知道，事实上这是辉达的这个总部在这边，辉达总部在这边哈。这辉达总部他们爆了什么料呢？辉达他们就说，这个我们圈起来这个部分呢，是辉达的总部这个2栋楼，2栋楼就是未来在台湾要盖的类似这样子这2栋楼。对。然后在旁边这个地方来说的话，有3栋建筑物。3栋建筑物来说的话，这个红色的建筑物就是说，当时的这个在它的厂区里面有一个叫做 FutureWay 的公司。那 FutureWay 的公司呢，事实上是华为的公司。那华为的公司，它在这里面居然有一个红色的工厂。这都是辉达。对。结果你藏了华为。对，好，那这2个是什么？这2个是华为跟这个辉达他们互相合作的厂房。所以等于是说，在过去华为的这个所谓的辉达总部里面，有一个华为的公司在这个地方，然后还有辉达跟华为合作的
对，那想美国就说，那到底怎么一回事？这是心头刺啊。对，好，那这到底什么时候呢？因为华为的这个所谓辉达总部大概落成10年，所以可能10年就有了。好，那10年就有的话，我们跟他讲，因为中美只有在2019年爆发这个所谓冲突战，他们不是开始封锁华为吗？开始封锁华为之后，可是你知道这个公司还在这边，2019年还在这边呢，一直到什么时候？到2024年呢？这个租约到期的时候，这个华为看也不宜在这个地方，所以他们就离开了。从2019年开始开打到2024年的时候呢，你这个公司在这个地方，那你到底要干什么？你要搞什么？所以这个变成什么呢？因为你看你距离华为总部这么近，对，所以人家就说，现在为什么距离辉达总部那么近？你现在就有人就说，为什么你华为能够研发出那些晶片？你要对美国坚壁清野，美国也要坚壁清野。坚壁清野的时候，第一方法我就先查辉达，辉达到底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好，那么跟他讲，为什么这个 FutureWay 来说话，对美国来说话是如芒刺在背，他一定要查呢？因为这个 FutureWay 呢，之前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被指控，美国就已经有人指控说他参与企业的这个间谍活动。那到底参与什么企业间谍活动呢？他说有一个叫 Jace Hong 的人呢，他怎么样呢？他就说，他在这个华为的时候，他在被华为禁止之后，他用虚假的美国公司的名称潜入 Facebook 的这个闭门的这个电讯峰会，他潜入 Facebook 哦，然后在那边听说 Facebook 在做什么，根本就是个间谍啊。对，所以他后来被起诉嘛，就是这样一个状况嘛。所以呢，事实上这就是你看。所以你看，FutureWay 本身就有这个所谓间谍活动，所以这也难怪，今天你既然辉达总部在这个地方，对，华为就在这里，是，这也难怪他们能拿到这么多东西，难怪这么多的阴谋论，这么多的连结，对，不是没有道理的。对，所以这就是美国要倒查了嘛，我要查你这个华为是不是本身有什么问题，我要查一查。好，这种我们刚刚才讲，现在川普要倒查辉达10年，结果这10年消息一出来之后，哇，今天更劲爆消息来了 ，NVIDIA。要斥资50亿美元来入股 Intel， 对，没错。实际上我们就讲嘛，美国要调查这个辉达，辉达当然知道我芒刺在背，那怎么办？我当然要表忠心嘛。那怎么表忠心呢？简单来说，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入股 Intel。为什么入股 Intel？Intel 目前为止来说话，美国政府可是持有它的股份啊。川普念之在之，就是怎么救 Intel。所以你看，最近呢，你只要是要跟这个美国政府表忠心的，你都去入股 Intel。简单，你看软体银行是不是入股 Intel 了？对，另外一个是什么？伊隆马斯克这几天他说我要跟 Intel 合作，对，要设计所谓相关未来的晶片。那辉达呢？辉达现在是面临到中美两个地方的夹杀的时候，那怎么办呢？我就宣布入股 Intel 嘛。而且你看哦，今天连盘都还没开哦，对，现在还没开哦。它已经盘前涨3成了。那也因为它50美金来说，它入股的价格大概是23块多美金呐。那入股之后呢，它大概持有它变成4%的这个股份。那4%的股份来说的话 ，Intel 当然股价就应声暴涨。那我们台积电呢，就因为这样子呢，就往下跌。就很多人担心，它要救 Intel， 那台积电会不会倒霉？不过我跟大家讲，大家不用太过担心。为什么？第一个，他们两个合作到底要做什么呢？我们刚才不是说吗？辉达在 AI 晶片是世界上数一数二，对。但是 Intel 也是很厉害 ，Intel 在 CPU 上面它是世界第一啊，所以他们两个是等于把他们两个实力加起来。未来呢 ，Intel 辉达呢会把 Intel 的 CPU 整合到它的 AI 晶片，然后呢，辉达会把它的 AI 技术能力给 Intel 的 CPU 来做，所以等于是两个人互相的整合在一起。这个简单的意思是什么？让美国的国家的竞争力从 AI 到这个 AI 晶片所有东西呢，两家公司强在合并。这个呢，我觉得又是一个可以拉开跟中国差距的一个部分。所以来说，这个其实大家一开始看到说，这个对台积电会不会很倒霉？我觉得大家会想太多，因为这里面来说，他们合作并没有牵扯到所有代工的这个部分。代工的部分，我就讲。辉达今天已经说得非常明白啊，它在未来的16艾米的时候呢，还是会用台积电，而且它会变成是台积电第一个客户。那16艾米是什么？16艾米是2奈米，2奈米是明年的事，今年是3奈米，所以也就表示到2027、28年之前，它都不会更换这个代工伙伴，所以大家不用对台积电太过担心，大家反而要乐观看待啊。辉达加 Intel 之后呢，这个其实对台湾来说，或许又是一个新机会的开展。那我跟他讲，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这个中国的作为是这样子。你看，中国现在就说，我要禁止这个科技公司购买这个辉达的这个人工智慧的这个晶片。当然，黄仁勋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是觉得蛮失望的啦。他现在英国他说蛮失望，不过他就说我会对中方耐心以待，好，这样一个状况，然后会支持美国，好，所以表达他的立场。那我们就讲，事实上为什么中国这么在意这个所谓辉达？因为我们知道，事实上现在全世界都是 AI 大战。你看，我跟他讲。
中国跟美国在发展 AI， 对不对？你看这几天的时候，川普不是到英国去访问对吗？他到英国去访问，他也是要帮英国发展 AI 啊。对，所以等于是重点就在 AI 就是一个未来重要的。好，那我们讲，那中国怎么做呢？中国你看李强，这是中国总理李强哈，他在最近一段时间跑到了中国西部的一个这个数据中心，就是这里。对，因为我们要中国要搞一个叫做什么这个数据西算东送，对不对？就是数据都到西部去算，那然后再参观里面啊，这个都是一个数据中心哦，参观了那么多，那这是阿里巴巴的一个数据中心。就比方他进去里面来说，当然你要跟他解释说啊，这个包括总理啊，我们这个运算是怎么样，然后我们都绿能环保一个状况。可他看到这里面有个非常有意思的哦，这个央视还特别带了这个镜头。对，但这个镜头你要做什么呢？因为它是要让你看看上面的镜片，但这是很刻意的镜。你说它那个镜片过去短短的一瞬间，对，就是我要做给你看的时候。没错，因为你如果照理说你拍李强就好，你干嘛拍那个东西然后再转到李强？所以它就是让你看这个东西哈。那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我们仔细给大家看一下，它这里面叫做平头哥哦，晶片哦，厂商平头哥，然后 NV 就是辉达哈，然后还有一个叫华为哈，然后还讲了他们主要产品。那我们的平头哥的这个型号叫做 PPU， 然后这个 A800， 然后 H20。然后还有华为的这个升腾系列的这个晶片，然后比的说，你看我们不论从这个储存的容量赢过你，然后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显存的类型也跟你差不多，然后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宽带，就是我们的这个所谓这个 DRAM 比你更多哈，然后包括说我们的 PCE 就是我们的这个速度，我们也比你更快，对，然后我们的功耗来说也跟你差不多，所以这一张图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中国说我不需要你辉达了，我切断，因为我做的比你好了。对，没错。所以你看，最近一段时间，国务院不是发行了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慧 Plus 行动的这个意见，他就直接跟你讲，我们不要买这个辉达相关的这个晶片了。他就说什么，算力就是新时代的国力竞争。那所以算力就变成非常重要。好，那我们就讲不能够买这个所谓辉达的这个晶片之后呢，那你看这个知情人士说什么？最近几周，中国政府针对各自的这个国内的这个科技公司进行调查。了解辉达晶片与中国替代产品之间的这个差异，所以他们的结论就是说，应该没有问题，我们可以平替。你看他在调查之后，你看李强去看的，对，你觉得如果李强看到这个时候，他怎么觉得？当然没有问题嘛，我们稳了。好，所以也就是说，的确从数据上来看的话，中国的这个数据其实是不差的。但是呢，我跟大家讲，这问题不见得是出在数据上面，还有非常多综合的这个实力。好，那我们刚才讲的是阿里巴巴的平头哥跟这个辉达的差异。那现在呢，中国的最大期望呢是谁？华为。对，华为又出鞘。你看中国的，你看李强去参访，然后紧接着发一个通知，接下来华为马上就说没问题，我来啊。所以你看中国是一套的，哈。对。那他今天就说什么？你看，2024年到2028年的所有的产品都给你弄出来。这个其实这个所谓的黄仁勋也这样说了。今年是 Blackwell 哈，那明年是 Rubin 平台，那之后的话还会有新的平台，所以他们两个其实是互相对标的。对。那互相对标的时候，他就说什么？这个华为的这个所谓这个徐直军就说呢，没有问题啊，我们今年第4季的这个节点来说话，跟辉达差不多啊。然后我们甚至950的这个节点规模是辉达的这个几倍啊，反正他讲一大堆啦。简单来讲，我们会超越对辉达。他讲的就是这样的哈，这个数据来说，大家都听听就好，因为这个数据来说，我讲有时候就是这些数据迷幻了你，你会觉得说，哎，好像我很好，但是问题是未必是这个样子哈。好，那我们就讲，那除了这个华为在这个发布会上面说信誓旦旦说我比你辉达更强之外，另外一个腾讯他自己说什么？哎，我已经完成了主流国产人工智慧晶片的全面采用，所以呢，我们要推动这个中国本土 AI 的晶片迈出重要一步，特别是中国要减少这个辉达的时候，我们就减少。虽然说我们就带头，我们减少。好，那另外一个厉害了吧？对，那另外一个阿里巴巴马上就说，我们研发出来说，我们已经媲美 H20了。我们平头哥的这个晶片呢，除了我们这个自己用之外，还有中国联通等等资料中心在使用哦。好，所以你看，他连这个马云他都放出来了吧？所以从华为到腾讯到对阿里巴巴，是我们都拍胸脯保证，我们赢辉达，或者是跟辉达的 H20差不多。对，我要跟所有国人讲，对，你们安心吧，对，交给我们吧。没错，这就有点像什么呢？圣上都这样说了，我们当然要出来表态嘛，对不对？所以就变成这样嘛，哈。那所以这也不难解释为什么马云会被放出来，为什么马云会回到阿里巴巴，因为他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嘛。所以你看这些都你就连了起来，这为什么会这样做？好。
那我就跟他讲，那到底他们有没有办法平替呢？我跟他说了，事实上今天中国的股市已经告诉你了嘛，它很多股价都出现下跌了嘛。那这个我们来讲都没有用吗？黄仁勋他说过什么话呢？黄仁勋就警告，他曾经警告过中国哦，你看，甚至就算竞争对手的这个晶片白送的话，都没有我们的成本低。所以他讲得非常清楚，他讲的是全面的营运成本哈。那什么叫全面营运成本？你知道，我要盖一个数据中心，当然我要找地方盖，盖了之后我要布这些所谓晶片进来。布晶片进来的时候，第一个我要面临到的问题是用电量怎么样？我跟他讲，用电量的话会差很多。为什么？因为现在的辉达的晶片，大家都是用台积电的4奈米跟3奈米做的。那现在的中国的这个 AI 晶片呢，就要用到这个中芯的7奈米跟5奈米做。那5奈米的良率很差，对，那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大概是差2到3个世代。那我们知道每一次，你只要每一次微缩一次，譬如说从4奈米到3奈米，3奈米到2奈米这样一个过程里面，你每一次功耗大概可以减到20%左右。对，所以等于是我耗电量可以减20%。对，那我效能大概会提升30%。所以那样比来说的话，光是晶片大小，你看同样一个效能的时候，可能辉达晶片只要这样，但是你的这个晶片要这么大。所以你空间又大，所以你盖出来的资料中心要更大。再来就是你耗电量更大，所以你用电量更多。那好，那什么叫做适配性呢？我们不是说吗？中国过去一段时间，他们用的都是什么辉达的技术嘛，用的是辉达的CUDA平台嘛。对，CUDA平台是什么东西呢？CUDA平台就有点类似我们在写文章的时候，不是用了微软的软体吗？好，那今天我不能用微软软体，我要用一个别的软体的时候，照你会觉得怎样？怪的，不是完全都用那么久了，对，完全不适应。好，所以就是这样子关系。所以这等于是它有一套系统呢，让你使用。但是现在你要戒断的时候，等于你同时这些都要完全改变。那同时完全改变的时候，你说你有可能短时间之内就能够搞定吗？没有嘛。我们不是曾经在节目讲嘛 ，DeepSeek 的梁文峰他一开始不是说我们用华为的，习近平拜托他，我就用华为的嘛。就用华为的话他最后怎么做？做烂死了。对他最后还气死了，还是把辉达晶片拿回来。好，那这是梁文峰的决定。那你觉得这些公司现在说信誓旦旦说我们要开始用国产，你觉得他们会不会遇到跟梁文峰一样的问题？对，当然有可能啊。所以我才跟你说，事实上目前没有那么容易。这个辉达能够搞到目前为止市值是4.3兆美金来说的话，一定有它的这个技术门槛。它的护城河是相当的高深，绝对不是表面上说，哎，没有错啊，你看我们的数据比它好那么多啊，没有问题。但这只是表面上的数据。如果你看到这些数据，认为说中国的 AI 实力就比美国强的话，那可能会陷入了非常大的盲区。宇轩，现在辉达等于是夹在中美两国中间，一个想要紧紧抓住，一个想要去戒断。尤其对于川普来说，我刚刚特别提到，他等于是倒茶10年，但川普真的是一个狠角色。为什么叫做狠角色？他不仅给你棒子，他同时给你胡萝卜。当我们刚刚看到中国想要去戒断辉达的时候，现在川普说：“别担心啊 ，brother， 我带你去英国走走，你需要的订单都在这里。”结果川普比谁都开心。他的面子、里子通通有了。川普要把整个一条龙AI 产业链从上游到下游从我们讲边缘运算到产地的晶片生产，通通都要一把抓，吃干抹净。虽然他来到哪里？来了英国，结果呢，老乡就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两边都开心到不行。为什么呢？首先，他进行这个国事访问，对，而且在9月17号的时候，就英国皇室包括老少全部的人，查尔斯王这个我们讲的国王都来到这边接待他，而且是用王室的礼仪来招待他。什么叫王室礼仪？川普也爽死了。首先，这东西川普熊欢喜熊尬也，对，登上了马车，但这个马车不是一般的马车造的，这个叫做金光细细的马车，就是这一台。对，上面都镶金戴银的，川普只要看到金色就兴奋起来了。而且呢，到达现场之后呢，你以为只有中国会93阅兵吗？难看死了。他给你看什么？1300名英国陆海空三军，漂亮的传统典礼的这种大阅兵，这些给你看。然后呢，天空中还有红箭刮过去。什么叫做红箭？也就是他们的空军特技飞行撒这种烟，有红色，有白色，有蓝色，跟美国国旗一模一样的颜色。看完之后，川普龙心大悦，而且不只是这样子当这个表演完之后，他还去看看说什么。两国之间要有所谓的连结，对，那这个连结呢，也就是英国王室收藏跟美国有关的历史文物。换言之，我中有你，
你中有我，我们一脉相承，英国、美国一家亲，我们是家人呐。对，而且呢，还跑去这个所谓的圣乔治礼拜堂呢，这个叫什么？宗教上的意识形态上的连结礼拜，而且是女王伊丽莎白2世哦长眠的这个地方哦，她去这边看待，而且这是我们讲继上一次2019年访问之后呢，再度来这边，而上一次是谁接待她？就是这个过世的女王接待她，所以换言之，她是有一个历史传承的一个典故在这边。但是当川普呢访问为什么要弄得这么盛大，你知道吗？因为当然后面有所谓的大礼包，对，而这个大礼包呢，这是什么？当然是投资嘛。所以你看哦，当我看到这个局面的时候，来，很多人看到说，哇，这个桌子有50公尺之长，那好大的典礼，这太扯了吧！这坐满的人，然后这根本这么长啊！对。你知道唯一可以跟这个比拟的是什么吗？就 Harry Potter 啊，Harry Potter 有没有？还记不记得哈利波特的那个这么交易厅是不是就这么大？对啊，川普也要这么大。哈利波特有多大，我就要多大。OK， 然后坐在那边问题是什么呢？座上都是一些座上宾，除了说英国的皇室跟美国的政要之外呢，来哦，你看哦，17号搭乘直升机到达这个我跟你讲温莎城堡，王室接待，50公尺长，对不对？来有160个宾客，里面有谁？对。有 Marco Rubio， 有 Bessent， 哦，有 Wells，OK， 还有特使魏克夫，还有幕僚长，还有谁来哦？浅的味道出现了，花旗执行长佛瑞赛，苹果公司科技 AI 的味道出来了 ，Cook，Open AI Altman， 还有辉达 NVIDIA 黄仁勋跟他的妻子，所以大咖都来了。哎，前面那个叫做放礼炮哦，让你这边热热闹闹的，而坐上餐桌之后呢，就要有点餐桌礼，大家开始要我们讲正事。所以你看啊，查尔斯3世在演讲的时候说，川普2度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英美友好呢，我们讲双边很久的连结，而且来，攀亲带故的重点来了。查尔斯提及到母亲出生为苏格兰的川普哦，所以川普。他也是苏格兰之子，你有英国的血，对我们血脉相承，所以与英国的渊源感到骄傲。所以川普听到就觉得很开心嘛。那川普演讲的时候也讲啊，说我们讲的这是独特的殊荣，首度2度了能够来访问这边的美国总统，特殊这个词来恶心的来咯。川普要讲恶心话不会输你哦，特殊这个词 ，OK， 没有办法形容两国紧密的关系。而且宇轩，你看哦，川普哦，他竟然是看着稿念。他过去不是狂人吗？没有，他这一次谨慎到一个字在念呢。讲到那边说，血浓于水，就不是嘛。其实说到底哦，在商言商，还是要干嘛？知道了？做生意嘛。你看，首相斯凯尔其实安排这个局已经安排很久了。他说，川普1月哦，我们讲的这个返回白宫不久之后，他就开始在安排说，我们一定要让川普来一个正式的国事访问，那拉近跟川普的距离，所以特别把他母亲的这个重点呢给放大哦。而且川普其实一直以来对于这种英国皇室，我想川普就是这样，对什么国王啦、皇室啦、皇帝啦、独裁啦这种，反正这种有那种尊爵不凡的味道。我都爱，他就是受不了，尊爵不凡受不了。所以9月18号呢，在这个庄园会晤之后呢，贸易协定呢就会在我们讲各位，就是现在此时此刻哦，正在谈哦，我们录影的时候正在开始在谈，希望有更多的突破。但事实上哈，他预计有什么？来，第一个100亿美金的新经济协定，也就是说两国的金融要对接。那大家知道英国它是什么样的强国 ？FinTech 它也是强国 ，AI 医疗它也是强国。AI 的基础，我们讲的哦，这种我们讲的运算哦，以及相关的软体的发展，它也是强国。对，所以对川普来讲，怎么会做这种赔钱的生意呢？为什么要去投资1500亿英镑给英国？因为理由很简单，英国是一个有投资就有办法赚钱，而且是 AI 极强，等于就是说未来可以让这些厂商大赚大发利市的地方。而且我又是英格兰之子，我一定要去投资。对，所以自己人碗里面的，反正大家都一家人。他直接拿了1500亿英镑的。对，直接让空了，对不对？创投资记录，而且你只有听过说，叫别人去投资美国，没听过美国投资别人的，所以代表说英国的软实力，我们讲科技的实力，让他相中了嘛。所以你看哦，包括所谓我们讲奥特曼啊，以及英国相关的投资哦，其实这些基础建设都在弄。所以你看哦，这是斯凯尔跟微软执行长。纳德拉，以及川普女儿 Tiffany 跟那个我们讲的谁 Cook， 对，还有谁 NVIDIA 黄仁勋、奥特曼，他们其实去到那边都是什么？要干嘛？打造一个叫做英国版的 Stargate UK， 什么意思？星际之门。那时候还记不记得星际之门是什么？就是要把 AI 的算力跟基础的运算的我们讲的工厂全方面的启动。所以他也是规划说，2026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个东西给搞定。
哦，那这个111英镑呢，只是一个开始。这一些如果只有川普投资，没想到他带来的这一些人都变成财神爷了。我挺川普，所以我也要投资你111亿英镑。对，而且辉达的晶片呢，好像变得很像什么我们讲的这种钞票的单位了，你知道吗？来，我要给你多少钱？我要砸12万块的辉达 Blackwell， 他们现在以后都要说几块 Blackwell， 几块 Blackwell， 哦，那可能之后会变成 Rubin， 哦，变成是一个我们讲计量的单位。来，他说要全部砸下去，把这个基础建设给搞好，哦，甚至是呢，微软也说我们要做这个所谓的超级电脑。但事实上啊，其实英国也有非常多优秀的公司，所以他们才有办法去合作嘛。Google 的母公司 Alphabet 也说我要投资50亿英镑，各位。这都不是虚的哦，这都是实打实。你刚才看到的50亿、10亿，多少的晶片，都已经真的要砸下去了。所以外资为什么川普要这样做？其实哦，投顾哦，我们讲投资公司的眼光哦最精准。黑石哦，早在整个川普我们讲这个布局里面，他就已经准备好了。他说我900亿的英镑，他也有出席这个温莎堡的晚宴，我就是要去投资英国，3.7兆美元。所以除了这个 AI 的巨头之外，连黑石集团银弹也 stand by 了。对，因为他们嗅到钱的味道了嘛，他们知道说英国这跟美国这个关系，这互信基础，对，没在怕。那再来 AI 投资最害怕的是什么？最害怕的就是说我没有 target， 我不知道我的关键 TA 在哪里。但是问题是英国已经跟你讲得很清楚啦，我的人才是最棒的啊，但我的医疗 AI 已经正在发展中啊，而且我的政府是全力去支持，政府是全力去支援的啊。但你来的话，等于是说你可以看到现成的成果，在未来的2到5年之内绝对会开花。那这个情况下，我当然去啊。所以你看哦，之前人是透露 Palantir 加强跟英国的联系，而且呢承诺投资15亿的英镑。Palantir 相信年底国防部敲定一个来，这个就是漏了。7.5亿英镑的5年期约，而且呢会取代我们讲的现行到期的合约，代表说他们知道英国有人、有钱、有料，所以这个必赚的东西我投资你，对，然后你也跟我买，大家一起开心，嗅到了商机，嗅到了钱的味道，这才是川普的本性。玉凤，今天我们台湾有办一个军事展，这个军事展全球都在看。我今天去看了几张图之后，我看到一张照片，我吓一跳。你看到哦？这是我们中研院打造的这个巡弋的飞弹，我说哦，这是我们巡弋飞弹。结果我再放大过来看，猫腻在这，你看到了吗？上面写什么 ？USA， 上面写什么？台湾。天哪，这个所谓的自主的巡弋飞弹，竟然是我们跟美国共同来研发的，而且这一款飞弹竟然可以在我们台湾生产的。好，这次来讲的话，可以看到他们已经曝光了，而曝光了这些缩语来讲的话，不管每个型号上面都有2个很大的一个图案。导播，我们看过来就是这个，一个就是星条旗 USA，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台湾的一个国旗，直接大大方方写着 USA 跟台湾，它就是一个游荡的一个弹药。你把这些东西丢上去之后呢，你不用管它。它会自己找寻目标。那如果今天台海发生地狱景象的时候呢，它就是里面的主角，它可以整批的出去，它可以贴海飞行。而其中我们过去要贴海飞行的主要的弹药是谁？雄三飞弹、巡弋飞弹，竟然只要多少钱？650万。而650万，它还有一个好处是，它可以游荡多久？2个小时。所以雄三一颗要1亿，我们这个只要650万，结果它的时程又可以这么长。对，所以它等于打上去之后呢，就算第一时间没有找到，但是它可以是形成一个精准的一个防务网。好，那除了在这个海面上飞的，海底下的也有。它这个 C500M， 它也是 Anduril 一起来合作的。另外来说的话，还有幽灵无人机，而这些幽灵无人机跟这些铜板蛇，就是所谓的水下自主水雷，它一样也是在游荡。我把它放在那边之后呢，过去的水雷是怎么样？过去的水雷就是一个很固定式的布雷，我放在这里之后呢，我就希望你不要通过。但是如果你没有通过，我也拿你没辙。可是呢，这个地方这个 C500M 没有问题的，一样放在这里之后呢，你只要有一些声波，你只要有潜舰经过，我们一样可以找到你，一样可以就去打击你。这么厉害？对，另外来讲，幽灵无人机这些东西来讲，都搭配了一个系统，而这个系统就是现在的重点。这些系统是可以一起共同作用的，你知道吗？包括这些劲风2号，然后劲风3号这些东西来讲的话，其实都是搭配同一个系统。而这个系统等于说，我今天有遇到状况的时候呢，我可以一起起飞，所以它可以互相联络。一个无人机的大脑，可以控制你刚刚所讲的海陆空
通通都能控的。对，而且它还有一个好处，我们中科院自己研究了一个光学的辨识系统，你知道吗？以前我们台湾的国防曾经被人家诟病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今天陆海空三军就是陆海空三军，我们的军种没有互相协调作战能力。如果我们今天拍到了一个画面，而这画面传回来之后空军拍到，你知道给陆军要干嘛吗？我们要纸本对照。我们今天拍到了什么？坐标在哪里？对，你想想看，敌人早就跑掉了。对，而这套系统来讲的话，包括风行这些无人机，只要丢出去之后呢，我们可以互相联合。所以今天是陆海空的视野完全一起 share， 根本不会像过去一样。所以你今天在空中拍到什么，我陆地可以马上去反应的。这些劲风1号对标的是弹簧刀。那你就知道我们在节目上讲了3年的乌俄战争，弹簧刀好不好用？如果你知道劲风4号是 MQM178改装而成的，这个就是魔改。人家的靶机，我们把它当成主力机，没有问题啊。它可以飞多久？它可以飞1000公里远呢。1000公里代表什么意思？如果我今天短程先用弹簧刀把你打掉之后呢？我可以用我的劲风4号，1000公里够了吧？对，1000公里我可以去源头打击，我可以打到你的发射台。所以呢，其实这样装起来之后呢，在我们台海如果真的发生问题、发生状况的时候呢，是很有力的攻击。廷尉，现在对于中国来说，它的确在这个争夺这个 AI 战上面，它现在已经失落非常多。但对于中国来说，我在全球的我要展现我的实力啊，我要展现我的 power 啊。结果今天他出大包了，出糗了。你看啊，今天《金融时报》竟然报道一件事情，你中国联合国的费用还没有交哦，你常常都没有交哦，你常常欠钱哦，你欠到国外去了哦。没钱了啦，应该是没钱了。没钱啊，没钱啊！你知道啊，中国它一向来讲，在联合国想要施展它的力量，那施展力量就是什么？就是你要讲话比较大声嘛。讲话大声，最主要就是你有钱，讲话比较大声哦。以往来讲的话，美国都欠联合国很多钱，为什么呢？因为美国认为说联合国你通过的决议都来搞我，所以为什么要缴钱给你呢？所以美国它现在其实还是欠联合国很多的，甚至于说有人提到，如果美国联合国再继续欠下去的话，有可能会除名。但是现在的中国本来想当老大。结果当不了老大，为什么呢？基本上呢，联合国它必须要缴会费，就中国要缴会费，将近缴20%左右。也就是说，现在所有大家分摊的费用来讲的话，中国要负担将近是1/5左右了。也就是什么意思呢？今天来讲，联合国大部分的费用，你是强国，你是5大常任理事国，你要跟美国平起平坐的话，不好意思，现在美国是缴22%，你要缴20%，但是中国现在要缴20%的时候，就缴不出来了，没钱呢，就没钱了，他自己国内都没钱，他要缴给国际社会，而且这还是所谓的经常会费哦。还有那个所谓维和费用，还有那个所谓的援助费用，其实他现在都欠款欠一大堆。那欠一大堆了，他不是只有欠联合国，他事实上包含像世界卫生组织啊，或是其他国际组织也在欠款当中。这也难怪，你看哦，一位在日内瓦与联合国合作的外交官说，他就直接骂他哦，他说中国人总是拖欠会费，而且不给出理由。对，照道理讲，常常这样子干的啊。照道理讲，中国他想要发挥影响力，他想要用钱收买所有其他国家来讲的话，应该要拿钱出来。所以显然一件事情就是他没有钱了。从这里就可以看得出来，中国内部的这个政治情势来讲，还有它的经济状况非常不好。所以其实你看到，现在连德国的媒体都已经看衰中国经济了哈。因为为什么呢？如果说今天川习会没有达成一个贸易协议结果来讲的话，他们认为在今年的第4季来讲的话，中国可能连2%的经济成长率都达不到。真的假的？对，也就是说啊，今天因为你知道，现在美国不是这个降息的吗？那中国它现在也会要求它自己国内的银行也要跟着降息。现在4家银行来讲的话，4家官股银行如果降息的话，他们获利也会被缩减。获利如果一缩减的话，那现在经济情况又不好，所以他们甚至于呆账了一堆。今天来讲的话，如果能够保2来讲，算是不错了。但是你知道了，这个基本上还是小事情。更重要的是，它在国际社会的恶名昭彰也开始陆续的浮现了。比如说，它现在它的采矿集团哦，在非洲上比亚这个地方呢，也造成所谓的生态上的灾难哦。你知道当地的民众来讲的话，因为它这个矿产公司呢流出去的相关的这个化学物呢，或者是重金属的污染呢，使得当地的饮用水还有当地的灌溉用水全部都遭受到污染影响。今天当地的这个村民呢，竟然求偿800亿美金啊！
就是要求中国的厂商你要赔啊中。国的厂商把别人家弄成这个样子，，对，你看鱼，当时河中的鱼都这个比我的死掉了。美浓大峡谷还要夸张哎。对啊，而且这是什么重金属？它是有发生铜矿的这个相关的污染物啊。这个水碰会死人的，还有当地的民众已经被检验出了有血尿，还有胸闷的这些相关的症状哦。那竟然要求800亿美金的赔偿。这时候呢，记者就跑去问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说啊，这怎么办呢？他说啊，事故发生之后呢，他们跟企业呢，积极负担的这个责任呢，要配合萨比亚的政府要主动的来进行展开处置哈，然后要求给受损的民众进行赔偿。问题是，你中国自己鼓励这些厂商出去之后，这些厂商也没有做污水方面的管制哦，然后造成污染当地。现在已经连上比亚都开始给你求偿，还有钱赔吗？对，问题是有没有钱赔的问题嘛？那你如果连上比亚都这么做，非洲50几个国家，每个国家都跟你要求赔偿的话，你总是赔不完了。所以今天来讲的话，中国真的是什么这个风雨交加，也就是所谓的对外来讲，国际组织缴不起钱，然后对非洲这些投资国来讲的话，也是造成任何损害，必须要进行赔偿。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耀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